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就是这款示波器的电路板了。说实话，做工真的非常不错，布局非常漂亮。黑色纯金工艺的 PCB， 一些细节上做得很到位，比如继电器上面还加了屏蔽罩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已经将它焊下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iCLabs。最近由于工作需要，我入手了一台手持示波器，是来自正点原子的 DS100。我目前在家里用的是这台 Rigo 的 DS1050Z， 在公司用的是仕德的 3050A。这两台示波器的性能都是非常优异的，但是体积都比较大，不便于外出调试携带，而且价格相对来说不够亲民，所以我就又入手了这款价格低廉的小型手持示波器。我在入手之前就对这款 DS100 做了简单的了解，也大概知道了它所使用的硬件方案。对于这个方案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，于是就筹划做了本期开箱评测拆机视频，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台示波器的做工以及性能表现如何，498元的价格到底值不值。我们打开快递包装以后，就是这个示波器的收纳包了，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收纳包里面。我这个是498元的基础版，包括了一台示波器主机、2根 MCX 接口的探头、1根鳄鱼夹探头、1个5伏充电器、1根 Type-C 的数据线。这台示波器的尺寸非常小巧，和银行卡差不多，稍微长一点。我测量厚度是 1.6 厘米，整体的做工很棒。机身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材料，我不确定是不是金属。表面是一种毛绒漆，手感也非常不错。机身应该是采用了卡扣的设计，没有螺丝固定，这样确实会更美观一些。但是一会儿我们拆机就会比较有难度了。这台示波器的右下方是型号 DS100。上面呢是按键标识，并没有像台式机一样在正面标明参数，可能是为了美观。这台示波器的基本参数是50兆赫兹的模拟带宽，250兆的采样率，128K PTS 的存储深度。机器上面是4颗按键和2个滚轮编码器，所有的操作就都是通过它们来实现的。按键没有一点框亮，手感很不错。2个滚轮编码器只有左右滚动编码的功能，并没有向下按的按键功能，这个和我想象中是有点区别的。如果有向下按压按键的话，操作应该会更加方便一些，当然寿命就不会有这种不带按键的长了。机器左侧是探头接口，是采用的这种小型的 MCX 接口，官方也提供了 MCX 转 BNC 的接头，方便接常规的示波器探头，是需要单独购买的。上面这2个呢是通道 A 和 B， 下面的这个是信号发生器的接口。机器右侧是用来充电以及传数据、升级固件用的 USB Type-C 接口。机器背面没有任何印字，干净整洁。我们长按这个 P 键就可以将它开机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开机速度还是非常快的，比台式示波器要快很多。这个整体的 UI 界面设计的很简单， 3.5 寸的屏幕，480×320的分辨率。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的版本信息，我们点进去，关于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软件版本是 V3.8 版，硬件是 V2.4。我们退出再看一下它的其他功能设置。第一个呢是背光设置，第二个是保存波形。我们点进去可以看到它是支持保存成图片，也可以保存成 CSV， 这个格式用于后期数据分析。我们退出，这个是余晖设置、音量设置、输出波形。我们点进去，它这个是内置了一个信号发生器，最高支持 50K 赫兹的正弦波，以及最高10兆赫兹的方波。然后还有锯齿波，然后关闭。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信息呢是在这个右下角体现出来的。我们把它关闭 OK， 退出。下一个呢是低功耗、最高速率。它这个出厂默认是200兆的这个采样率，我们需要设置一下到最高250兆。我们退出。语言设置、智能滚动、实际模式。实际模式我们点进去，这个是正常的 YT 模式，这个呢是滚动模式，还有 XY 模式，也就是里萨如图。我们退出，这个是通道单位，其他，在其他里面还有这个连接 USB 用的，
然后还有重置0点校准关于 OK， 我们退出。这是它所有的这个 M 档的这个功能了。右侧呢就是这个示波器的波形控制了。然后第一个呢是这个通道，可以选择通道 A、通道 B， 然后还有这个通道运算，通道 A。下一个呢是实际档位，我们可以看到在250兆的这个采样率下，最小的实际单位就是16纳秒。然后下一个是垂直档位，水平偏移。这个水平偏移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可以通过这个一键居中。垂直偏移也是一样，我通过按下这个一键就可以一键居中。下一个呢是触发阈值，耦合方式可以是交流、直流，然后也可以关闭，也就是它这个通道关闭是在这块设置成耦合方式这块设置成杠杠，就是这个通道关闭了。然后我们再打开这里了，然后这个是触发类型，可以选择某一通道的这个上升沿、下降沿来作为这个触发类型。OK， 我们到下一页，这个是探头的这个衰减倍率，然后这个是4个测量可以加到最下面，然后这个最下边的这个就是触发方式，有自动、单次、普通。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来演示一下。OK， 这就是这款示波器的大致的操作了。下面呢我就将它和我的这个台式示波器作为一个对比，然后用我的函数信号发生器看看它的这个表现如何。下面我们来测一下这台示波器的单次捕捉功能。我搭了一个负 A 电路，使用的是美信的 Max 809负 A 芯片。我将 A 通道探头接到了负 A 芯片的负 A 输出角， B 通道探头接到了负 A 芯片的 3.3 伏供电上面。我们上电捕捉波形，来看一下负 A 信号的负 A 延时是多少。我们利用水平工具可以测量出大概在供电后315毫秒以后负 A 信号被拉高，也就是有315毫秒的低电平负 A 时间。这台示波器的功能测试就到这里，下面我给它进行拆机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台示波器里面的硬件设计如何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将它打开了，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费力，我是用这种撬棒还算轻松的就将它无损的打开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面呢，这个就是它的锂电池2470毫安时的容量。一会儿呢我就将它拿下来，再把这个屏蔽罩、散热块都拿下来，我们仔细的一起来分析一下这款电路板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就是这款示波器的电路板了。说实话，做工真的非常不错，布局非常漂亮。黑色纯金工艺的 PCB， 一些细节上做得很到位，比如继电器上面还加了屏蔽罩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已经将它焊下来了。我们可以看到主控使用的是兆易创新的 GD32F450VET6 512K byte 的 Flash， 256K byte 的 SRAM， 200兆的主频，应该是可以超频到250兆，一款很强的 MCU 了。左上方呢就是锂电池充电管理电路了，使用的是经典的 TP4056。我们可以看到下方是 USB Type-C 的母座，在下方是一些冒出管、三极管以及 LDO， 应该是系统电源控制电路了。这块呢是一个蜂鸣器，
最上方是2个滚轮编码器，然后再往右是4个这个侧位按键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侧位按键和我们时钟上面用的是同一个型号，TS-B001，非常喜欢这个侧位按键，质量超好。主控右上角呢，就是一个 Flash 存储器，华邦的 W25Q128，16兆 byte 的容量，应该是用来存 UI 以及截图、固件等数据用的。下面这一排呢，就是模拟前端的正负电源，负电源应该是用这个电荷泵来产生的。最中心这一片呢，就是模拟前端的电路了，也是这台示波器的精髓所在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 ADC 芯片，用的是国产的 MTX2088，对标的是 ADI 的 AD9288，一款双通道各100兆采样率的8位分辨率的 ADC。应该是可以超频到125兆，然后主控通过双通道分时采样来达到最高的250兆的这个采样率。大家可以看到 ADC 和主控之间是直接并口连接的，并没有使用 FPGA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节省空间，节省成本，不然的话很难做到这么小的这个体积。当然，对软件上面来说就增加难度了。从表现上来看，软件上确实做得非常不错。再往右呢，就是一些模拟开关以及这个继电器，还有2颗光耳了，我就不再深入分析了。如果再想深入分析的话，就得超版了。这款示波器从外到里我们看了一遍，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作为一个测量工具，日常使用是足够了，但是与台式机在采样率以及存储深度上面还是有一些距离，毕竟体积以及售价相差悬殊。那下面我就来简单总结一下它所适合的人群。第一类呢，我认为就是学生党，因为它的售价低廉，方便携带，放假了也可以直接带回家。第二类呢，就是电子爱好者，因为它的性能是足够应付日常使用了。第三类呢，就是在漂的这个电子工程师，因为可能需要搬家，台式机搬起来确实不太方便。第四类呢，就是有出差需求，在现场调试设备需求的，这个就比如说我。那它不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？我认为，如果你已经稳定，有足够空间，并且没有外出调试需求的话，我建议是一次到位，直接上台式示波器。OK， 各位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能对大家在示波器的选购上面提供一些参考，同时希望大家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转发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